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雀啾啾，我是蓝颜，我是颖轩。现在是10月了，10月有什么节日？万圣节。到底有谁过了幼稚园之后还会再过万圣节？虽然万圣节是西方的鬼月鬼的节日，然后我们东方人是农历7月啊，但是因为我们是英系的，所以我们还是先聊万圣节啊。所以你在金门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或是你自己以前有没有遇过，关于遇到一些好兄弟的故事？鬼故事好像没有哎，好像是都是那种国小小孩是说，我跟你讲，我们学校以前是坟墓哦。我说那个新建大楼第3间厕所那边有鬼，那个楼梯间有鬼。对啊，不是每所学校都是坟墓做的吗？我们每个学校台湾小孩就是被鬼养大的。每个学校的传说都是我们的学校是坟墓。所以金门大学也是吗？你要说乱葬岗吗？哦，有哪里是很阴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哥哥跟我说过，雄狮堡那边蛮阴的。所以你有去雄狮堡吗？有，我之前常去1年级的时候，因为那边很近啊，走路就可以到啊。真的哦？对啊，只是我没有晚上去过啊。我想说，你都喜欢那边走路的话，那你怎么没有经历过？我阳气很重啊。没有啦，因为我已经在地狱列车上，他们也可能不想要来烦我吧，毕竟我也是要加入他们。想聊一聊我的经历耶。你什么经历？我阿嬷过世的时候，他们的丧礼是佛道教的那种，然后好像其中的仪式是好像把金纸啊那些什么奇怪的元宝小宝堆在一个像个空地的中间，然后我们所有人要手牵手围成一圈，因为我们所有人围住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烧的时候，外面会有其他孤魂野鬼去抢，你要保护他的钱，会去抢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手牵手，然后绝对不能放手，毕竟豪宅如果被抢走了屋顶怎么办？然后后来我们在烧完之后，其中一个道士嘛，他就说：“你们谁有人养猫咪？”然后呢，我们就小朋友嘛，就说：“哦，我知道那个杨幂她妈妈就养一只猫，然后已经死很久了这样。”因为他说他在烧的时候，他有看到一只猫猫。哦，他是魔法嘛？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有看到猫啊，然后他还拍照，因为我们在烧嘛，然后他就拍到一只火焰猫，你知道吗？干，真的假的？就是超可爱，超可爱。那个火是有点像猫咪形状，对，然后还有2个眼睛。然后我们所以看，哦，这不就是那个吗？那只猫是波斯猫，然后它就那种毛蓬蓬，然后那个火那个烧感觉超像它的，好可爱哦，好不灵异哦。那只猫它已经死蛮久的，所以他就说，哦，他可能来看看而已。好感人哦。对对对，但后来好像变成一个负担。之后他好像几年之后，他去新加坡玩，然后那时候我表姐她朋友也跟着去，他是可以看得到的那种人，他就私底下跟表姐说，你的亲戚那边那个他旁边就是肩膀上有猫猫，对，躺着一只猫猫，这其实蛮可爱的，真的很可爱，但是好像不太好。就是被那个灵，因为那个灵体可能会吸收你的那个你的阳气什么，所以他就说要去处理这样，因为之前是在办丧礼仪式的时候遇到，然后后来几年之后他居然还在，毕竟你身上如果有灵体在跟着的话，你也知道嘛，你有看过花田一路吗？那时候有个女鬼好像就跟着他。然后一路就以为他是好朋友，因为他跟他年纪相仿，好像是他对他很好。对对对，一路还以为他要嫁给就是他们2个结婚了，你知道吗？结果后来发现那个妹妹是鬼，而且一路一天比一天憔悴，是那个山上的爷爷发现，就说你身边跟那个女生不是人，离她远一点。然后一路就小孩说：“哥，你不要乱讲我的女人，好没有？”我们接到一则观众投稿啊，对，我们之前说可以投稿，然后居然真的收到投稿，好神奇啊！好，我们今天第一位投稿者是人间 BBQ， 还是人间 BBQ？BBQ 吧，你不是英系的吗？然后他说，事情的发生已经是好几年前，那时候我还就读幼稚园，家中3个孩子都读同间学校，而我是最小的那个。因此，当我就读幼稚园的时候，就能从哥哥们口中听到学校流传的灵异故事。而这件事的主角，正是我们学校里位于榕树园的大象溜滑梯。关于那个大象溜滑梯，有个著名的都市传说，
据说每晚那头大象就会解除石化，自己动起来。也传言小朋友到了很晚还待在学校内，经过大象溜滑梯底下之后就会被消失。那是通往中国的通道是不是？也传言大象溜滑梯肚子下面的小空间，就是以前校长的坟墓。哥哥也会对我吹嘘，说自己晚上经过校园围墙时看过大象移动。等一下，为什么校长要埋在学校，不要埋在他自己家里？不是啊，为什么要埋在大象溜滑梯下面？对啊，为什么？大象溜滑梯下面的空间挤得像校长，校长是侏儒是不是？搞不好真的是侏儒啊！侏儒不能当校长哦，这很过分。小精灵校长，小精灵校长。好，我当然是不相信。而那时，幼稚园老师仍会带着同学们来到榕园阴凉处游玩，孩子们都会在大象溜滑梯上下玩得非常开心。老师也为我们拍下纪念照片。当我升上1年级时，学校开始流传新的都市传说，同学们一到下课就会一窝蜂地跑到榕树凉亭区。自称阴阳眼的同学会伸出手指着榕树高处的树叶，大声嚷嚷树上有颗女人的头。孩子们会拿石头想要把树上的东西打下来，蛮危险的。不对啊，是这样操作的吗？1年级暑假，我参加了一场素描比赛，我选择到凉亭，打算描绘那座大象溜滑梯，便到凉亭处坐下，开始观察大象溜滑梯，却开始怀疑，这座溜滑梯本来就是长这样吗？校长刚好经过，我们就问他，暑假期间有整修过溜滑梯吗？大象的脚一直都是4脚着地吗？校长亲切回应我们，没有整修过哦。他真的是校长吗？他会不会是在大象溜滑梯下面的校长？他是大象本人大象校长。之后开学，我升上2年级，下课时间一到，孩童们仍会跑到操场游玩。在我对大象溜滑梯产生怀疑之后，我会一个人跑去阴凉处，凝视牵在大象溜滑梯上作为眼睛的弹珠。有一天，我要去观赏那些眼睛，就觉得眼睛长得不太一样了，似乎是颜色不一样，也可能是被人弄碎了。弄碎蛮正常啊，小屁孩都是喜欢拿石头敲，不是吗？然后说，因为我很好奇，就伸手摸摸看，一摸发现材质很坚硬，怎么会碎成这样？这更激起我的好奇心。我便走到大象溜滑梯面对围墙的那一面，一看发现象牙上有着红色油漆。而当时我很笃定，先前并没有这片油漆。好可怕哦！好奇心之下，我也伸手摸了那片红色的油漆，早就该晒干的油漆，却在我的左手食指下留下红色的痕迹，闻起来倒是没有什么味道。还好乱摸啦。可是不对啊，象牙为什么是红色的？是应该白色的吗？他说可能是泼到啊。谁会拿红色油漆在那？可是重点是，如果血迹干掉是拿得起来的，所以代表是新鲜的血啊，新鲜的油漆。新鲜的血为什么没有味道？1922。所以呢，在人间发病就是确诊。这件事一直让我记在心里，直到过几年我整理家中物品，发现幼稚园老师烧给我们做纪念的照片集。刚刚想说烧给你们是怎样烧 ？copy， 才发现照片里的大象溜滑梯后脚是抬起来的。可能它抬起来是怎样？是悬空还是说？你想做什么动作？是蔡依林的呢？他说，但我已经不太记得当初画素描时观察到的是大象溜滑梯到底是4脚落地，还是如同照片拍到的后脚稍稍抬起。之后我就转学了，想要再次确认的时候，得知那座大象溜滑梯似乎已经拆除，这件事自然也没有了结果。你确定它是拆除了，还是走掉了，还是它被消灭？它被消失了。它可能去到别间学校大象有一个就是巡回的那个，太可怕了吧！你知道在金门当兵，然后他们那些士兵他们的盥洗用具，他们是拿水桶，然后不是拿洗脸盆。当兵不是应该都是拿那个嘛脸盆吗？就是脸盆，然后里面放钢杯，然后牙刷这样子。因为在金门之前有发生过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以前那个大陆跟台湾那边打仗，大陆他们都会派一些这样子，什么水蛙部队还是什么的。水鬼吗？对对对，这边的水鬼不是说那个去海边玩会被抓走那个水鬼哦，是真人就是他们以前挖冰吗？什么海龙挖人之类的，金门跟大陆都会各派出一些人，然后他们就要游到对岸，割向对方的耳朵，回来当做
证据这样。战利品，我觉得听起来超智障啊，但是好像真的有发生。决定要嘲笑他们智障吗？我很抱歉。可是他们后来是改成那个啦，戈尔多太血腥了，然后也因为两岸的关系趋缓，所以就改成拿个信物或是拿个传单什么的。他们好像会交换信物。对。然后之前好像就发生过有一个大陆的水鬼被金门的士兵发现，然后就被射杀。大陆那边就很生气啊，他们就想要展开复仇，所以在有一天雷雨交加的晚上，一群大陆水鬼就偷偷上岸，然后把那些在附近看守的都处理掉。后来他们就潜入一些他们的寝室啊，隔天好像有个士官长还是什么，他是来办公，也有听说是休假完，对，再回来，反正他就回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发现，怎么都没有人，就是营区里面怎么都没有看到有人在工作，对，没有人在看守啊，所以他就去找人啊，他就一开门，然后他就被里面的景象吓到，地上都摆满了水盆，然后就是他们洗脸盆，对，他们的脸盆，然后每个人的头都在那个脸盆上，超恶心的。那个长官应该会就是有那个吧，心理创伤吧，再也不敢用洗脸盆了，太恐怖了。所以后来那个在金门当兵的他们那些人，他们有些人拿洗脸盆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小心看到一些影子这样。可是那个影子应该是台湾人的影子，就是可是他是死相凄惨的影子，就算是自己人，你也是，所以他们是带着怨念留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有时候在金门的时候会看到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为难彼此？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无头军队，他们就不用怕被砍头也是。不对，对不起，他已经被砍头了，对不起，所以后来金门他们就比较习惯用水桶，可能因为水桶塞不下头发之类的。其实水桶更塞得下，他们的水桶是比较那种塑胶那种小水桶吧，就是小朋友玩沙那种。是吗？那其实更好放，你不觉得吗？展示的感觉。可是水桶完蛋了，等一下我们猜，完蛋了，历史悲剧的感觉。这种故事本来就很沉重，你要讲得很欢乐吗？对不起。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就结束咯。如果有想要投稿的话，欢迎投稿到这边。等下下集的主题是为什么来金门？欢迎金门的同学，大家一起投稿为什么来金门。然后我们也会顺便讲一下我转学过他交换过的故事，所以如果有转学或是交换的经验，也可以欢迎来分享哟。拜拜。